论持久战的提出，言简意赅地指出了抗日战争中中国的优势与日本的劣势，不仅正面地驳斥了宿胜论与亡国论，还将抗日战争的战略思维引导向了正确的方向。此前的平津战役虽短暂地收复了北平，提振中华一时之士气，但一座孤城不仅不能影响整场战争的导向，还损耗了我们大量的人力与枪支，使得我们未来的战争局势逐渐被动。因此，从整体来看，这次收复北平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。与此同时，南京的突然沦陷让我们猝不及防，若不赶紧组织第二轮防线，则华东战场必成溃退之势。而我们的下一道防线是武汉。如今国民政府的内政情况一塌糊涂，虽通过决议勉强提升了部分战力与人力，但各项改革已严重影响了我们政治点的收益。若日后财政崩溃，我们甚至无法获得诸国之贷款。因此，在获得列强的支援之后，稳定金融变成了我们内政的当务之急。不过战争局势更加凶险，我们虽能依靠长江与武夷山固守防线，但阵地战的我们并非日寇对手。南京保卫战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长江我们固然要守，但这是为了给我们第二道防线的部署预留准备时间。中国并没有发达的铁路网，日寇并不会第一时间进攻于南京无铁路相连的武汉。如果他们想要鲸吞整个中国，第一个方法是自北向南，沿平汉铁路直扑武汉。但这个计划被我们的北路集团军阻挠，受困于海河。而第二个方法是打通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，由东向西挺进。在攻克南京之后，这是日寇一定会选择的进攻路线。因此，在日寇进攻武汉前，一定会进攻的战略要地是徐州。华东集团军被日寇打散之后，一路遁入福建山区，利用险要地势阻止日寇继续西进；另一路则越过长江，继续在江北抵抗。然而，江北的溃军根本无法沿着长江组织有效防线，这道临时防线且战且退，其任务只有一个：为徐州、武汉的第二道防线提供足够多的时间。1938年3月28日，日寇单方面宣布中华民国覆亡，扶植伪民国维新政府为新政权，由梁鸿志担任伪行政院长，成为伪维新政府名义上的统治者，带头成为汉奸。据说这位北大高材生早年还以苏东坡自居，也不知道他的哪一条跟苏东坡沾边。幸好他的结局是好的，于1946年5月被逮捕枪毙。毕竟死亡是汉奸与二鬼子们最好的归宿。但是时间回到1938年，伪政府的成立却让我们极其头疼。本不富裕的政治点即将雪上加霜，如今仅有14个政治点，那我们就让它发挥出应有的意义。第二次工厂迁移开始。1938年3月31日，一则来自山东的消息传入重庆，令蒋介石都不由得破口大骂。山东守军第3军军长韩复榘一枪不开，弃守济南，将黄河南岸的重要防御据点拱手相让。实际上，早在南京失守的同时，我们的华北集团军也开始沿着平汉铁路有序撤离海河，并依托保定据点减缓日军南进的步调，为我们布防黄河提供足够多的时间。如今济南失守，我们不得不赶紧放弃保定，加快南撤进城。布防计划功亏一篑，只能迅速撤往华北，赶赴黄河，守卫黄河。否则，徐州的守军将会遭到南北夹击，我军必然损失惨重。韩复榘必须枪毙。同时，为了增强我们防守方的战斗力，我们将人海突击学说切换成决战计划学说。虽然10点堑壕上限相当的少，但至少能在防守战中为我们的攻防提供少量的加成。因为接下来我们将开启自淞沪会战后又一场大规模会战——徐州会战。
可能有的弹幕会问，为什么我们甚至已经开启了武汉会战？因为这个 mod 里的会战机制是敌人进入或靠近那片区域后就能直接触发，而日军早就有一支小股部队进入了武汉境内。会战胜利有奖励，输了有惩罚或奖励。如果历史上失败的会战我们败了，并不会扣除我们的点数。不过这个会战机制模拟的相当有限，因此我并不一定会按照游戏流程来讲解会战，而是根据我们游戏内的具体情况来分析。如今南方日军侵占淮安，北方日寇跨过济南进逼徐州，徐州会战正式爆发。4月27日，日寇突破淮安的重重防线后进逼海州。此时该地的日寇由于远离南京，暂时失去了补给，但若让他们成功占领海州，获得港口补给，则徐州将会更为难守。150天的会战时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甚至几乎是在同一时间，日军侵占保定后稍作整顿，紧接着便对阎锡山的腹地太原发起攻势。山西固然险要，日军从北进攻夺取大同之后，至今未有建树。但此刻华北沦陷，太原便不再是曾经想象中的山中坚城，如今在日寇的两面夹攻之下，太原告急。虽然我们在太原部署了大量的部队，但太原终究没能坚守够1个月的时间。5月11日，太原不幸落入敌手。此次会战以我们的惨败而告终，我军伤亡约41000人左右，对日寇造成的伤亡仅有3600人，战损比甚至超过了10比1。而历史上，在中国出兵28万，日本出兵14万的情况下，中国虽然不幸战败，但依旧以损失10万人的代价打出了5比1的战损，对日军造成了2万人左右的伤亡。而也正是在太原沦陷后的第2天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，由王克敏担任行政总长，正式宣告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完全胜利。我们所熟知的皇协军便是归属于该伪政权麾下，由祁谢元担任总司令。如今我们在太原地区的部队不得不撤往晋南、晋西北等地，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。难道我们注定全线败北吗？战争的机遇永远只在顷刻之间，一昧的防守撤退，自然永远没有胜利的机会。无论是上一期还是这一期，我们都感受到了日军的强大与我们的弱小。但无论是1930年代的中国人，还是屏幕前的观众，我们都需要一场胜利来振奋人心，向世人证明日本绝非不可战胜。或许是对夺取海州颇有信心，又或是认为我们的军队绝无反手之力，淮安的日军忽然撤退，放开了一个口子。如果我们能够对进攻海州的4个师形成包围，或许我们有机会将他们尽数歼灭于此。这是一个风险很大的行为，若有不慎，我们的军队甚至会被日军反包围。但是在78年前，我们的哪一场胜利不是赌上了一切呢？
月9日，我们成功的对日本的2个师团、2个旅团形成合围，但想要消化掉这个饺子难如登天。日军离谱的补给消耗以及包围惩罚，让日军的每个饺子都容易变成中心开花。我们调来了王耀武与戴安澜所有的精锐部队，不管付出多少的伤亡，吃下他们。5月22日，日寇4支部队被我们全数歼灭。此战共歼灭日军35000人，占了我们总击杀的20%，是我们自开战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捷，将太原会战失败的阴霾一扫而空。同一时间，我们成功取得了兰峰会战的胜利。作为历史上徐州会战的收官之战，这或许也是在警示我们尽早撤离徐州。连接徐州的铁路早已被日军盯上，若不是我们拼死抵抗，徐州补给早已断绝。既然徐州注定守不住，那我们的下一个任务便是安全撤离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徐州还在我们手里，但游戏直接判定我们徐州会战败了，还在徐州给日军刷了6个师。如今看来，徐州已经没有守下去的意义了。趁着日军的包围圈还没有形成，我们要赶紧撤出华东地区。6月18日，在日军的包围圈形成之前，我们所有的部队成功撤出徐州。此次会战持续时间仅2个月，我军伤亡至少为11万，对日军造成的伤亡约为51000左右，以2-1的战损取得了绝对的胜利，并将所有部队安全撤离，留了一个徐州空城给日军。而历史上，在中国参战60万，日军参战24万的情况下，中国军队以伤亡65000人的代价，对日方造成了26000人的伤亡，仅台儿庄之战中就歼敌万余。不过收官之战兰峰会战之后，为了延缓日军的追击速度，蒋介石炸开了花园口堤坝，导致河南地区出现大量的黄泛区，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平民丧生。或许你们对蒋介石的评价各有不同，但我相信河南老乡会永远记得他的大缺大德。徐州会战结束之后，平汉铁路便受到日军的直接威胁。华中地势一马平川，无险可守，况且铁路路线只有一条，一点破则诸点皆破，因此守卫平汉铁路绝非易事。
但日军做梦都想打通平汉铁路，若拱手相让，定遭世人所不齿。即便这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战役，我们也要竭尽一切可能，保卫郑州，保卫武汉。虽然我们拼死抵御日军，但汉口以北的守军最终还是被不幸击溃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在南京沦陷之后，日军战舰便能在长江长驱直入，对武汉地区的守军开炮轰炸。在获得舰炮支援后，日军能够在武汉地区获得50%的攻击加成。如今铁路补给被中断，郑州、许昌是注定守不住了。因此，我们对豫中官兵空投守豫，保留有生力量，撤出平汉铁路，准备转进。1938年8月14日，汉口不幸落入日军之手。指挥该地作战的王耀武将军也不幸中弹负伤。本来王耀武的调整时还能继续坚守，可惜被溃军带溃了。武汉并未完全失陷，只是汉口沦陷后，我们便不得不承认，第一次武汉会战确实是我们败了。但只要武昌还在我们手上，迟早会有反攻的机会。根据初步估算，此次豫中武汉会战，我军共损失约133000人，而日军损失有多少人呢？给大家3秒的时间猜测一下。或许这个答案很残酷，此次会战我们双方的战损比是10:1，日军总损失约为13000左右。例如在补给断绝之后的许昌战役，我们以损失17000余人的代价，仅歼灭日军814人。这自然有日军装备精良、攻防太高的原因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让我们后方的部队有时间构筑防御工事。而在历史上，武汉会战作为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，中方投入的兵力已经达到了100万，而日方约为25万。只是呢，对于日方的伤亡数字目前难以确定，中方的伤亡约为40万左右，
日方的伤亡呢，有说20余万，也有说10余万，也有说几万，甚至也就1万的都有。作为一个不太懂历史的人呢，我就不在这里妄下定数了。也正好在武汉会战结束之后，校长正式召开南越军事会议。这场会议历史上于1938年11月召开，主要检讨了曾经抗战的得失，对当前的战争局势进行了分析，并确定了日后的抗战战略方针。不过在游戏里的作用呢，是我们终于可以解散冗余部队，更改编制了。武汉会战后，我们损失了大量的人力，如今的人力早已被榨干，我们需要删除一些冗余部队，将多余的人力、武器分配到更有战斗力的部队中。同时，我们还需要一些增加我们人力修正的国策与决议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们是不能强征壮丁的。到了1939年1月，随着我们有效人力的提升以及部分部队的整编，我们的后备人力也逐渐提升到了70万，外汇也是在海外侨胞、诸国贷款的帮助下达到了2亿6千万，解决了人力与贷款的燃眉之急之后，我们也是暂时没有了后顾之忧。在夺取了平汉铁路之后，日军的根据地便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，只有零散的部分地区会对我们的边境发起袭扰。很明显，这是日军在筹备下一波的攻势，等作战计划攒满之后便会发起进攻，下一波的攻势将会是前所未有的全面猛烈，而那一刻不会太远。1939年2月1日，日寇正式发起全面攻势。由于这一次攻势横跨河南、湖北、江西、福建诸省，是堪比豫湘桂会战的超大规模会战，我们称之为豫鄂赣会战。如果不能抵挡住这波攻势，我们的国家将会有倾覆之危。日寇光作战计划的加成就有60%，即便我们有决战计划的堑壕加成，也难以抵挡这波攻势。但我们现在别无选择，唯有迎战。此前我们一直聚焦于华北、华东与华中战场，对华南地区的战役却从未提及。这是因为我们此前能够依靠福建的山脉与衢州补给中心稳固防守，但是在武汉会战时，因为我们将战争的焦点放在了华中地区，一不小心弄丢了衢州这个重要的补给中心。如今日军的攻势自然也包括我们福建的军队，而他们下一个要攻击的重镇是南昌。随着日军的攻势逐渐停滞，浙赣会战以我们撤往赣西而结束。只是这一次情报略有不同，是第一份讲述生化部队731恶行的战报。想必大家对这个臭名昭著的部队并不陌生，如果有不知道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，因为这是大家应该知道的。豫鄂赣会战是日军第一次尝试全面进攻的会战，随着厦门的沦陷，这一次会战也是正式结束。我们华中地区的部队不得不撤往汉水以南继续防御。为了攻克汉水防线，日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，先后发起鄂西会战、枣宜会战、武昌会战等，无一不是被我们击溃。而在历史上，张自忠将军于枣宜会战牺牲，是我们抗战以来牺牲的最高将领。但因为我们这一次取得了枣宜会战的胜利，张自忠将军并未全军覆没，成功的活了下来，继续抗击日寇，并在枣宜会战中瓦解了日寇意图攻克汉水防线的战略意图。甚至我们还在武汉打起了情报战，利用戴笠的情报网提前获知日军的进攻计划，使得武汉地区日寇的计划加成并不像其他会战中那般强势。整体来看，豫鄂赣会战我们虽未能取胜，但是我们的战略意图却已达成，那就是依靠汉水构筑华中防线，利用山脉构筑南方防线，与日军达成战略相持的意图。但日军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吃到甜头的他们下一次攻势不会太远。仅仅1个月之后，日军便发起了第2次鄂豫赣会战，这一次日军的计划加成已经达到了
68%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日寇的计划加成将会越来越高，而我们的防御将会越来越艰难。比如这一次武昌会战，日军的3个师忽然突破了我们的荆州防线，长驱直入，直扑长沙，逼迫我们立即调兵支援长沙。幸好我们调兵及时，终于是赶在南昌铁路补给被切断之前守住了铁路。若是让日军这波中心开花战术成功，南昌必定守不住。南昌沦陷后，又必定会威胁九江、武汉等地的防御。随后荆州防线也被我们赶来的部队填上，彻底将这3支孤军深入的部队团团围住。徐州会战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吃过饺子。既然今天来了，那就别想走了。经过2个月的大战，我们终于在长沙以北的岳阳全歼冈村宁次所部，共歼灭日军25000人，取得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大捷。历史上的第一次长沙会战，中方出兵24万，日方出兵10万，我方以伤亡4万人的代价对日军造成了1万人左右的伤亡，并牢牢守住了长沙。而我们这一次则是全歼冈村宁次所部，让日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并且随着长沙会战的结束，日军的攻势再次缓和了下来。如今我们枪支赤字基本稳定在了3万以下，战损比也勉强维持在了5比1。随着2次豫鄂赣会战的结束，1939年已经过去了一半。曾几何时，当德奥合并、慕尼黑协议等新闻从屏幕前一一划过的时候，我只觉得绝望且无助。原来我努力了10几个小时，也不过才过去区半年。但如今时间的齿轮飞速运转，胜利的天平也在逐渐发生倾斜。当亚洲战争的泥淖演变成世界战争的汪洋，每一滴水都将充满磅礴的力量。在这个寂寥的世界，我们将不再孤独。1939年8月24日，第2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。